我的河对面就是缅北，这是缅北非常著名的一座桥，桥的左边是佤邦，桥的右边是果敢。因为缅北的混乱局面，这里总是和战争、电诈、毒品、赌博、绑架、死亡、失踪等惊悚字眼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无限接近这两个拥有传奇色彩的地区，内心既感到些许恐惧，又充满了好奇。本期视频我拍摄的地方就是云南与缅甸交界的清水河口岸，一河之隔，对面是缅北著名的佤邦和果敢，他们都讲云南话，使用汉字，通用人民币，连电话区号都是云南的，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地区治安混乱，案件频发，甚至有许多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犯罪活动，令我们又爱又恨，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态。我从云南耿马县的孟定镇拼车去清水河口岸，路程大约30公里，每人收费是30元。车上同行的有一位缅甸果敢的老哥，他讲着一口完全地道的云南话。他这次过来中国这边是去银行取钱，由此可见，他作为边民往来中缅两地非常的方便，而且可以在中国办银行卡。果敢老哥对我非常热情，于是我便向他们打听了一些果敢的情况。他告诉我，果敢人其实就是汉人，生活习惯和云南的汉族完全一样。他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果敢那边立法规定，女人一辈子只能收一次彩礼，而且彩礼金额有限额，最高不能超过6000元人民币。第一次结婚，女人当然是可以收彩礼的，限额6000元以内。如果这个女人离婚了，再婚时是不能再收彩礼的，如果再收彩礼，将会被视同诈骗，要坐牢。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法律？果敢老哥说，因为近些年有些女人以结婚为名收彩礼，结果收了钱没多久就跑掉了。我个人分析，果敢是个小地方，司法和执法能力都有限，面对这种擦边的诈骗行为，打击起来非常费劲，又要抓捕，又要立案审判，太费时费力，于是只能立法一刀切，直接入刑。总的来说，这条法律有点简单粗暴，是无奈之举，但也确实起到了保护老百姓财产的作用。我上网一查，果敢官方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果敢地区出台这一规定，是因为当地曾存在彩礼攀比之风，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而果敢地区经济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主，民众收入有限，限额规定能有效遏制铺张浪费和攀比陋习，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这条奇怪的法律给了我一些启示，人类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正是因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导致大家的文化习俗、法律规定都产生了差异，所以大家互相尊重和理解非常的重要。经过一处工厂，司机告诉我，这是云南最大的糖厂，缅甸那边属于雨热同期的气候，非常适合大规模种植甘蔗，但他们没有制糖的生产能力，只能运过来中国这边进行加工。看来继续开放和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对我们双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清水河口岸分为老口岸和新口岸，司机告诉我，如果想要看对面的缅甸，老口岸更方便，视角更好。到达老口岸附近，迎面驶来一辆威武的装甲车，看来我们在口岸附近也是部署了重兵，保卫边境线安全。清水河当地政府似乎也非常理解游客们的需求，他们甚至专门打造了一条专供旅游的树边栈道，让游客们可以更近距离地欣赏中缅边境风情。作为旅游博主，我必须要为这个举措点赞。树边栈道采用木材和仿木材的建筑材料，视觉效果非常不错。栈道上几乎没有其他行人，散落着一些落叶，看起来略显落寞，渐渐往上攀登。落叶和苔藓铺满了栈道的台阶，两边植被茂密，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继续往前走，树木藤蔓越来越密集，甚至有点遮天蔽日的阴暗感，再加上四下无人，虽然是大中午的，但我却有点背后发凉，惧怕蚊虫、蛇蚁这样的毒物，又怕里面埋伏了偷渡过来的缅北逃兵之类的危险人物。老实讲，走进栈道前，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幅场景。终于回到阳光下，就像桃花源里的曲径，走过去之后豁然开朗。一座3层高的六角亭就在中缅界河的边上，明显就是用来供游客登高远眺对面的缅甸风景。我折阶而上，到了最高一层，宽阔的南汀河在眼前展开。此时正是丰水期，水流量大，冲击力也大，河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呈现出土黄色。南汀河发源于临沧市临祥区，
在中国境内流经临湘、云县等6个县区，于耿马县清水河口岸出境进入缅甸，之后改称南定河，并汇入萨尔温江。我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摄对面的缅甸佤邦农村，对面种植了大片的玉米，房子都比较低矮，建筑条件比较落后，看上去非常原始。缅北地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比较困苦。缅北长期存在多支地方武装，与中央政府长期对立，武装冲突频发。地方武装将资金多用于购买武器扩充势力，而非基础建设，且中央政府对该区域管控薄弱，资源分配时也常忽视缅北，导致当地缺乏稳定的发展环境，基建、公共服务等长期得不到投入。这里长期依赖毒品、电诈、赌博等灰色产业，地方军阀还会从这些产业中高额抽成，大量人力和资金都流入非法行业，让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缺资金、缺劳动力，发展严重受限。同时，这些乱象严重破坏缅北国际形象，外资因担忧风险纷纷撤离，边境贸易也受冲击，进一步堵死了正规经济的发展路。缅北多崇山峻岭，河流密布，地形复杂，不仅难以发展稳定种植业，还给交通建设制造了巨大障碍。当地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足，再加上教育、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人口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培养和留住技能型人才，支撑不了产业升级，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回望我方云南一侧，金顶的高层住宅楼大片聚集，现代大气，山体上的红色标语呈现出火热的发展形势和打造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可以这么说，一条南汀河像是隔开了2个世界。视线往右移动，可以看到著名的兄弟桥。这座桥并不是中国与缅甸的界桥，它完全属于缅甸，是缅甸善邦第1特区果敢和缅甸善邦第2特区佤邦的界桥。因为果敢和佤邦两地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这座桥被称作兄弟桥。兄弟桥左侧的红色亭子是佤邦的检查站，上面还挂着红字标语，热烈庆祝佤邦和平建设36周年。亭子下面坐着佤邦的军警，来往的汽车和行人络绎不绝。兄弟桥的右边则连接着果敢地区。现在在视频里看到的兄弟桥还是完好无损的。就在我拍完视频的几天后，这座兄弟桥有一段居然垮塌了。据目击者说，是在凌晨4点左右损毁，推测原因是年久失修，再加上水流湍急。接下来的这段新闻是佤邦与果敢两地人员沟通修复兄弟桥事宜，并与上邦第1特区有关部门共就修复重建工作进行了指导规划。16日上午，工作组一行在富邦县与第1特区有关部门代表召开座谈交流会议，共同就兄弟桥修复事宜进行商讨，旨在全面了解桥梁损毁情况，共同推动后续修复重建工作。会后，全体人员共同前往富邦铁桥以及兄弟桥坍塌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在视察富邦铁桥时，工作组强调，在兄弟桥还未修复期间，全力保障富邦铁桥安全运行，明确要求增加载重标准，并对桥梁进行必要的加固改造，以更好地满足双边经贸往来需求。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佤邦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军谋旅冬季训练开训典礼隆重举行；佤邦军政干校第3期岗前培训班圆满结业；农林水利部赴蒙波县鹤岛区考察咖啡种植产业发展工作；蒙波县卫生局和副协深入基层视察调研指导卫生工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7号，农历腊月28，星期三，欢迎收看特区新闻。
飓风扫贼口、上河、中广府，令紧宁广越来越多避难群众开始返回果敢，劳改也开始逐步恢复生机。近期，果敢通讯社记者一行前往劳改市进行实地走访，近距离了解了市区日常生活复苏情况。俗话说得好，如今银河区最富乏人心，即使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距离生活最近的地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3日，农历闰6月20，星期三。欢迎收看特区新闻。下面来看内容提要。第一特区茶叶协会赴果敢县开展茶叶产业宣传督查工作。木邦县自筹资金完成城区路灯工程顶亮乡村振兴安全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工作组于8月9日至11日先后前往西山区大水塘乡、渣滓树乡、芒螺乡、小街乡及兴旺区的工厂片区，在各乡政府召开茶叶种植宣传管理及督查会议。走到河边，我方这边修建了高而坚固的铁丝网，隔着不远的距离便有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普通人想从这里越境或者入境，几乎可以说难于登天。而对面则是完全不设防，相当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状态。河边的蓝色告示牌上给游客介绍了清水河界庄以及兄弟桥的历史。这个界庄是1960年立的，与宽阔的南汀河相比，右侧汇入的清水河则小得多。清水河又叫南帕河，它隔开了中国云南和缅甸的果敢。和南汀河两岸一样，清水河的我方一侧也修建了铁丝网，对面也是不设防状态。远远地看到对面的民居还有汽车，汽车悬挂着白底黑字的缅甸车牌，与我方有明显的不同。3个果敢老哥或蹲或坐在河边玩手机。在某个瞬间，我和某位果敢老哥眼神相会。我们都是汉族同胞，却被一条窄窄的界河分割在2个国家。在历史大势之下，个人命运是如此渺小，大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不知道果敢这片土地还要经历多少苦难，才能抵达美好的未来。